我现在面前的是华为刚刚发布的全新的 MatePad Pro 11寸那个版本，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。我这次拿到的是一个工程样机啊，1、2、3。哎，好，我们先把它拿出来。这里有一个66瓦的充电插头，差点说成99瓦啊。然后这里有一根数据线，我就不看了啊。这个颜色很清新啊，很轻很小，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平板。哦，感觉很趁手啊！外观上 MatePad Pro 和前代基本相同，那弧形窄边框，厚度只有5.9毫米，手感非常轻薄啊。后盖材质呢，从前代的玻璃后盖改成了和这一代 Mate 60系列相同的同款玻璃纤维，抗指纹能力提升，同时跌落的时候更不易碎。虽然说同为11英寸，但是它的屏幕比例呢是16:10。MatePad 这个屏幕面积其实要介于 iPad Pro 和 iPad mini 之间。16:10屏幕的优点，一个是对于大部分视频观看，那这个比例屏幕黑边更窄，利用率更高。另一个呢，就是目前的鸿蒙的生态呢，很多平板应用没有得到专门的适配，所以16:10无论是横屏看还是竖屏看，都能从手机适配的软件中获益更多。当然，这种比例也有不足，就是看杂志或者 A4 比例的文件，那么上下黑边呢会稍微多一些。所以说，屏幕比例这个东西啊，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最佳，都是取舍和平衡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来进行选择。MatePad Pro 依然配备了这种分体式的键盘夹，那3种形态分别是本子保护壳形态、键盘形态和支架形态。支架呢可以实现多角度悬停啊，比如说高铁啊、飞机上看个视频，你就可以把这个键盘收起来，然后多角度只用背夹来观看视频。而且比较有趣的呢，是在分体的形态下也可以实现打字的输入。这个背夹最有华为特色的一点是，它居然号称是可以给这个平板增强信号的。那么我就要来测试一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了？看不了了，现在看不了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Fi 啊，现在 WiFi 显示的是信号质量一般。我们现在带上这个壳，然后来往下翻刷一个视频啊，看看能不能刷。看这个，哦，视频可以看。我看看这个信号显示它有改变吗？哦，看到了吗？现在网络质量好了。这款平板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3个部分吧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这款平板有哪些独占的升级；第二部分呢是这款平板通过鸿蒙4获得了哪些新能力；第3部分就是聊聊和 iPad 相比，MatePad 它的竞争力和差异化在哪里？首先有哪些独占功能？第一个，星闪第3代手写笔啊，橡皮这个位置有一个尊贵的星闪 logo 啊，主打一个花钱就让你看得见的心理按摩。星闪呢是华为推动的一项蓝牙加 WiFi 的技术，它可以拥有前代就第2代手写笔6倍的数据传输速度，去大幅提升它的压感精度。也就是说，星闪加上华为笔记，再加上华为平板配合之下，3代的手写笔可以实现最低0毫秒的压感延迟。0毫秒呢，在临床上称之为就是没有延迟啊。我用同样的速度去配合超慢动作视频录像，给大家对比一下3代手写笔和2代手写笔它们的出手效果。这次3代手写笔实现了10000级压感，听起来很学学，但是反而是特别容易感知的。就是在前代，我用同样的力度书写，大概是，这是这样一个粗度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在新款的 MatePad Pro 上用同样一个笔刷，同样的差不多的力度写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2个的差别就是它明显我使了很轻微的力，就要比它粗很多。现在呢，我可以用更大的力量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笔触，然后以正常的力量来实现更细的或者更轻微的笔触。3代手写笔这一次依然配备了2种不同的笔尖，其中透明款这款笔尖呢，相比之下要更硬一些。官方推荐它说更适合写字，而白色的笔尖呢则更软一些，使用的时候摩擦感更强。官方推荐绘画的时候使用更佳。我自己给大家实际使用了一下，它的2种笔尖呢，其实写字的时候都没有声音，而白色笔尖它其实要更粘屏幕一些，而透明笔尖呢则要略微的更滑一些。我其实建议大家不用完全根据官方的建议啊，你自己每个都试一试，选一根自己喜好的手感，长期使用就好了。因为它们2个笔尖确实手感是不同的。这次手写笔有一个我最爱的功能，堪称是华为对国内用户洞察的巅峰之作啊，就是给手写笔记开美颜啊。我其实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写字好看的同学，就是大家一起都练字帖啊，为什么他们写出来的字就那么好看呢？这个事儿真的非常打击我的书写积极性。而现在，朋友，华为的写字美颜来了，我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。在这个位置啊，有一个选择，你只需要把这行字进行选择，然后在这里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字迹调整，当我点击它，看到吗？它就变成了这什么字体啊？
行楷啊，我从来不会写行楷，它变成了一个行楷。而且呢，你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同的字体，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国文楷体，它就变成了国文楷体。这好像偏学生时代一点啊。比如说还有端正楷体啊，这个适合写什么申请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清风行书，哎，是这种啊，比较带有勾连感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叫做俊逸行楷啊。而且比较有趣的是，大家看它在下边就像美颜一样啊，我们可以选择它的强度，比如说当我拉到这里，这就没有，然后一等是这样，二等是这样，三等是这样，看到了吗？四等是这样，不管你那个字写的有多不好看，比如说凹字，对吧？凹和凸是不好写的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这个正确的笔划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用华为的这个字迹调整来看看这两个字怎么写。哎，哦，是好看了，是好看了一些啊。这个是什么行书啊？然后楷体呢？哦，楷体哦，是好看了。哇，原来这个行楷，你看人家这个凹急得拐弯的这么多啊！看来写好看还是需要把这个简单的字稍微复杂化一些。好了，大家看啊，我现在写了4个很难看的这个故事啊，然后我们给它改成4种不同的等级。我们比如说把这个行楷改成最低等级，然后这个呢改成第2等级，然后这个给它改成第3等级，然后这个给它改成最高阶等级。哎，大家看一下这4种。我觉得这4种都挺好看的吧，很难说这个比这个好看，这个比这个好看，这个比这个好看。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呢，好像这个更洒脱一些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可能更规整一些，而且更好玩的是，这套字体它还支持英文美颜，好家伙！而且更离谱的是，它还支持对汉语拼音美颜，而且更离谱的是，它居然还支持对阿拉伯文字的美颜啊！这个是说笑的。其实核心价值就是让你更愿意写，让你回看自己笔记的时候效率更高，更赏心悦目。就坐图书馆，然后你突然发现你暗恋那个女生走回来问，哎，能不能借一下你今天的笔记？我上课的没记好啊，对吧？你这个时候你微微一笑，迅速勾选择美颜，再把平板递给他，这就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第2个独占功能，北斗卫星双向收发，我也是第一次在平板上使用这个功能啊。路径呢依然是进入畅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也没有连接 WiFi， 显示的是网络未连接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新建一条消息，比如一切正常，请放心，发送。这个时候呢，它会提示我，请尽量处于开阔地带，避免视线内。好，向右转动。哎，看到了吗？向上倾斜设备，保持姿势。哎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现在手机端已经显示发送成功了。平板呢，它肯定不如手机啊随身携带方便，但是这个玩意儿它优势是续航长，对不对？比手机要高出1倍啊！真要是荒郊野岭，你手机可能已经没电了啊，就挣扎着发出最后一条卫星求救信息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带着平板出去，你这时候可能还剩下30-40%的电，对吧？你还能跟人家唠10块钱的。第3，这次芯片得到了升级，从前代的骁龙888升级到了这一代的以上这3点是这一代 MatePad Pro 11所独占的功能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第2部分啊，鸿蒙4带来了哪些新体验？其实新功能有很多啊，但是我今天想聊的就是4个我认为实用度很高的功能。第1个，全新的自由多窗，弹窗呢可以以竖屏的18:9和竖屏的4:3来显示，而第3个比例呢则是横向的3:2，适合看视频的。基本上这3个比例，你想刷微博刷微博，你想看视频看视频。现在这个呢是2:1，也就是18:9纵向的，和我们手机浏览是一个非常相似的比例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同样给它向左拉伸，这个比例呢是3:4，贴近很多平板竖屏的使用比例。然后比如说我现在纵向来进行刷视频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给它变成横向。大家注意啊，当我刷几个视频之后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在把它变成横向之后，它在给我推荐的视频，看到了吗？都变成横向的了。
一方面是华为去适配这个应用，另一方面呢是应用来适配这个华为。这个多窗功能呢，目前有2个不足，一个就是它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，适合那些学习能力更强的用户；另一个就是目前它最多只支持2个弹窗。当然了，你可以通过分屏实现最多4个应用同屏，但是呢排版就不那么规整了。所以我希望华为能够在鸿蒙5.0的时候带来更多应用的同屏弹窗。第2个想跟大家分享的点啊，全屏中转站就可以把网页里的图片、文字、App 里的图片、文字直接拖动到中转站里，然后再通过这个中转站进行2次的分享。而且啊，比如说像小红书啊或者微博啊这样的应用，你抓取到的图片都是没有水印的。第3个点，全局批注，视频会议分享屏幕的时候，你可以实现全局批注呢，但是不留下痕迹，它就是像一个激光笔一样。我如果开启演示批注，你就可以在你共享的屏幕上，比如说你看。在这儿划一个吧，哎，一会儿它就消失了，然后在这儿划一个，一会儿就消失了。我觉得这个功能除了给同事之间共享啊，你也特别适合，比如说你远程教爸妈一点手机或者平板的功能，对吧？你先打开这个功能，你再打开这个功能。然后你看它是有一定顺序的，你再打开这个功能，爸妈就能跟着你的步骤一步一步前进。第4个点，全局识图，这个我说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全局翻译啊，比如说我看英文的杂志，这个时候有很多专业的词汇你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你就同样可以用双指来进行按压。哎，当我扫描出这个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全屏翻译，然后全屏翻译它会让你选择，你看现在就自动的从英文翻译成了中文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翻译的怎么样啊？效果。首先在这里它写对手在户外，腹膝角类，腹膝角类其实是这个的一个专业的词汇。你看，你这叫 Parasaurolophus 是吗？应该是腹节龙，对不对？而且有很多细节啊，比如说在这里，大家看。这个位置原来是英文的，英文的字呢和这个图片进行了一定的遮挡，你看到了吗？但是华为用了一种算法，你看这个 fruit and， 它好像就把这个中文直接嵌入到这个图片当中了。我觉得这个小算法非常的细腻。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比如说像 iPad 也支持，但是 iPad 就不能全局来进行扫描。以上这4个功能是我认为鸿蒙4系统中很实用，而且我很喜欢的功能。那么今天视频的最后，我来说一下谁适合 MatePad Pro。首先，对于大部分日常你只用来追剧啊、看视频啊这部分的用户，那么你手机是什么品牌，我就会优先建议选什么品牌的平板，因为看视频呢、刷微博啊，大家的体验其实都差不多。那同品牌的话，你可以互相隔空投送啊，或者共享云服务啊，这些都会很方便。其次 ，iPad 目前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它的软件商店以及软硬件结合的能力啊，是有着丰富的专业和非专业的软件你可以选择。换句话说，那是全球开发者合力打造的一个平台。MatePad 它的优势呢，则在于有一个名字叫做华为的超级开发者，对吧？既然现阶段我们还不能驱动全球的开发者，那华为就自己驱动自己啊，通过系统层级的软件优化去补全第三方的不足。比如说鸿蒙4中，我可以做系统层级的中转站。比如说系统层级的批注，比如说系统层级的识图，这些呢就是第三方开发者他们注定所实现不了的差异化打法。比如华为还特意优化了专业看文献的 CAG 阅读器，比如说特意优化了专业的流程图应用，比如说特意优化了 PC 界面的 WPS，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对中文书写的美颜。这华为我不追求所有应用，但我追求把目标用户所需要的场景做到最好，这才是华为的目标。本土化、差异化，再加上华为这个超级开发者，就是 MatePad 系列所能获得用户欢迎的原因，也是这款产品它的核心竞争力所在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